如果不是祈福，如果不是徒步爱好者，2天3晚体验之后，我感觉五台山去一次足够。不知道您游走五台山后是什么感觉？首先，五台山确实有它的丰富性，有静有动，有云雨，有光影。去之前呢，我对五台山整个的印象是一个山野林木，是一个徒步者的天堂。五台山又是一个佛教圣地，有着无数的僧侣和寺庙，有着空灵和安静。但在暑期呢，这里的人超多，山下的人多，山上的人稍微少一点，但是山上的云和雨也不少。3天2晚，我真的游走下来，分享我的感受，以及不用走脑子的五台山旅游攻略。去五台山最重要的肯定是潮台，潮台的整个流程是早晨出发，然后在1天的时间里去到5个台，然后晚上回来。那看一下我们潮台的经历。潮台我们坐的是景区专用的小巴车，柴油的，性能还是很强的，而且不怕毁车啊。这里的路况真的非常差，坐在车里非常颠。今天就开始潮第1个台，这是南台，还行，没想那么冷啊。我这1层2层，然后下边是一个其实挺薄的裤子，可以，还行。到了啊，这是夏天呀，7月中的夏天，真的是在云雾中。今天的天气不太好，不过据当地人说，夏天的时候很多时间都是这样的一个天气。五台山其实上面是有5个台，东西南北中，然后基本上每一个台的中间坐车的距离差不多是半个小时左右。那中间我们还会再多停一个地方叫狮子窝，我们现在就到这里了，并且我们会在这里吃一个20元的自助的斋饭，看看都有什么。都是素的。在五台山游走的话，分2拨人，一种就是像我们这样的坐车潮台的，另外一种就是户外爱好者，他们是徒步潮台。我向他们投出敬意，因为徒步要2个整天，而且还要在外面住上1晚上，这个对体力来说是考验很大的，而且很多时候是有很强的上升。我们坐车里呢，其实也不能算是很舒服，车的颠簸程度是非常明显的。吃过斋饭之后，我们再去第2个台，去西台。山上的雾巨大，什么都看不见。哇，看，这就是西台了，整个这边完全被雾笼罩的。这要是自己开车，真的觉得都有点放心。反正我觉得这天要我就不来了，但是因为已经包车走了。中台了，依然如此。今天就是，反正我觉得时机感还非常重要，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什么是这种体验。无论什么样的场景，都尽情的这种放松下来。哇，北台了，这个是华北这个太阳山脉的屋脊，3天出头，天气真的不太好，但是这就是五台山的常态，你要去接受它。接下来我们来到了五台的最后一个台，东台。东台其实是看云海非常好的地方，但现在什么都看不见了。我们原来是计划明天早上来这儿看日出，现在也彻底歇菜。反正这次我第一次的五台山经历就是在这种云雨中度过的。我以为我第一次会在这走一次徒步，但我觉得放弃了。所以其实有一个结论，就人还是在你年轻的时候，在你特别有活力的时候，什么都不要想，就是你不考虑其他所有因素，你就会去的时候就去。这就是我整体所有潮台的经历啊！你说有什么特别的印象吗？我只能说算是一种经历吧。经历之后也便如此，似乎也没有再去寻访的欲望。即使有人告诉我这2天天气非常好，我应该也没有再开车4个小时去五台山的冲动了。五台山之旅其实有2个让我印象特别深的地方，我是强力推荐的。一个就是它的佛光寺，这里真的是非常安静，是古刹和古寺融合，历时一时间的沉淀，更有一种深幽的安静。相比五台山景区里的寺院，我更愿意在这里停留个把小时，去作为五台山最深刻的记忆点。另外多说一句佛光寺的历史啊，它是始建于北魏孝文帝时期，公元471年到449年，在大唐中11年，公元857年又重建的。它也是中国仅存的4座唐代木质建筑之一。不过需要说明的是，佛光寺呢其实不在五台山的景区里面，需要你额外开车绕一圈，这个需要你有额外的时间，而且需要自驾。
五台山之旅另外一个特别推荐就是这里的演出。真的啊，不要以为这个演出就是一个圈钱的团队项目，如果没有数百场的演出，恐怕它连基础的成本都收不回来。跟我一起去感受一下这个演出的魅力。演出呢200多块钱，相对贵一点，但是我建议呢，你还是要去感受一下。这两个是我游历五台山印象最深的，而且也是最推荐的。那整体的五台山的行程就是这样。至于它的五爷庙还有书香寺，我觉得就顺便一起逛一逛。而且这里的文殊菩萨据说是非常灵验的，但是尽量还是错开周末，人真的非常多，旅游体验相对会差一点。那么我的五台山之旅就到这里了，您觉得这里值得来2次吗？您对五台山的经历是什么样的？我们可以在评论区或者在群里一起分享交流一下。